俄罗斯一场史上最大空袭，竟然被乌克兰几艘拼装的无人机抢了主角。普京以为自己按下了基辅的毁灭键，却没想到克里米亚几万大军的命脉被彻底切断。无人在意的角落，一个冷门新闻居然是战场格局巨变的开端。2026年3月14日凌晨，基辅的天空彻底点亮。俄罗斯这次是真疯了，430架自杀式无人机，外加68枚巡航导弹，像蝗虫一样扑向乌克兰。全俄罗斯的网民直接在社交媒体上陷入狂欢，觉得基辅马上就要陷入永久黑暗了。打了1483天的消耗战，终于要赢了。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就在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这漫天烟火吸引的时候，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命门已经被乌克兰死死掐住了。在一片俄吹的狂欢声中，火力军捕捉到了一个极其冷门却足以扭转整个战局的新闻：乌克兰特种部队突袭克赤海峡，直接把俄罗斯的斯拉维亚宁号给扬了。很多人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全网都在刷基辅的火光，却几乎没人注意到这个消息？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克赤海峡海面上的那声闷响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火力军带你层层扒皮，看看这个足以扭转整个战场局势的行动，到底隐藏着怎样冷酷的降维打击，以至于让很多人吓得闭口不谈。我们今天的主角不是天上那些漫天飞舞的无人机，而是黑海海面上一艘长达150米的庞然大物——斯拉维亚宁号，是一艘铁路渡轮。很多老观众听到这儿可能就要撇嘴了，搞了半天就是个拉货的水上大巴，这玩意儿值得拿出来大吹特吹吗？火力军开头把气氛烘托得那么唬人，就给大家看这个。千万别急，就是这艘看起来破破烂烂的水上大巴，却是整个克里米亚俄军的绝对命脉，是普京想赢下这场仗的唯一手段。这根本不是一艘普通的货轮，它是几十万克里米亚俄军身上最粗的那根输血管。大家都知道那个大名鼎鼎的克什大桥，但那玩意儿早被乌克兰炸成了脑血栓，重型货物根本就不敢往上走。那么问题来了，克里米亚前线俄军消耗的70%的重油，以及海量的航空燃油，到底是怎么运过去的？没错，全靠这几艘巨型渡轮，一趟一趟的在海上搬砖。我们来算一笔后勤数字账。俄罗斯的坦克装甲厚度再牛，苏35的飞行速度再快，哪怕你的火力能把地球犁平，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得有油啊。只要斯拉维亚宁号还在开，克里米亚的坦克履带就能转，黑海舰队的残余军舰就能动，前线炼油厂的火光就不会灭。说白了，它是普京维持半岛霸权的最后一张底牌。好巧不巧，目前唯一能把燃油运往前线的只有斯拉维亚宁号和先锋号。但在3月14日那个深夜，当克里米亚防空部队的眼睛全被基辅上空热闹的战报吸走的时候，这艘钢铁巨兽在冰冷的海面上迎来了它的终结。现场没有漫长的沉默过程，也没有电影里那种壮烈的舰炮对射，卫星图像上只能看到几道细小的水花飞速闪过。紧接着，斯拉维亚宁号瞬间爆发出极其刺眼的火球，乌军自研的神风无人机就像一把隐形的手术刀，直接捅进了它最脆弱的地方。当这艘船在海面上彻底瘫痪的那一刻，克里米亚半岛上数万台俄军发动机就像是同时收到了评委通知书，哪里是炸了一艘船？从这一秒起，趴在掩体里的坦克，停在跑道上的战斗机，全部进入了倒计时。没了这艘船，普京的石油进不来，前线的炮弹运不到，他手里死死握着的这堆重装甲，在14天内就会变成一堆毫无用处的垃圾。对于前线指挥官来说，这种被慢慢勒死、毫无反抗之力的窒息感，比基辅上空砸下来的几百枚导弹还要沉重1000倍、10000倍。那么，克里米亚明明布满了 S-400和各种严密雷达监控，那几艘拼装的自杀式无人机到底是怎么像幽灵一样穿过克赤海峡的？这场看似杀敌1000自损800的对撞背后，乌克兰是如何做到层层突防，硬生生扎进俄军心脏的呢？答案就藏在那430架划破基辅夜空的无人机里。在2026年的数字化战场上，现代防空系统最怕的根本不是你的火力有多猛，而是4个字：算敌过载。我们得先拆开俄军 S-400的底层逻辑看看，这套号称能同时追踪300个目标的神话，在3月14号那个凌晨到底遭遇了什么？当俄罗斯空天军倾巢而出，把几百个雷达信号强行塞进监控网络，那一刻，俄军那套引以为傲的指挥中心直接淹没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数据海啸里。每一台计算机都在超负荷狂飙，处理器既要盯着己方无人机的轨道，又要死磕基辅防空导弹的参数，还得在漫天电子干扰中死保数据电路。这就是苏联代码无法逾越的死穴。饱和态下的识别疲劳，苏联时代留下的底层架构，处理器的时钟频率根本跟不上这种爆发式的数据流。俄军雷达屏幕上开始出现致命的掉帧、延迟，甚至是假死。就在这几微秒的算法黑洞里，乌克兰特种部队行动了。
但这绝不是什么轻松的偷袭，而是一场极其残忍，甚至带着血腥味的疯狂豪赌。乌克兰高层在那一晚做出了一个最理智的决定，他们咬牙被迫接受半个城市的电力被炸毁，也要强行换取这15分钟的雷达盲区。当时的俄军防空兵在做什么？他们正死死盯着雷达屏幕上密密麻麻的红点，在为基辅上空的爆炸疯狂欢呼。在他们老旧的战争逻辑里，这叫全面压制，这叫战争卫生。就在俄军指挥官忙着在战报上填写机会数的时候，乌克兰的敢死队遥控着自杀式无人机，贴着海平面，利用波浪产生的几米高落差，疯狂钻进相控阵雷达最低探测的死角，准备瘫痪俄罗斯的后勤运输线。俄罗斯在这头疯狂展示的是工业文明的暴力美学，而乌克兰利用的却是这套暴力体系在急速运转时必然产生的逻辑崩坏。运气总是奖励勇者，而乌克兰配得上。俄军认为自己在进攻，认为自己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所以整个防空体系的警惕性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直到斯拉维亚宁号150米长的身躯传来那声撕裂钢铁的沉闷巨响，克里米亚的守军才从梦中猛然惊醒。原来基辅天空的无尽烟火只是一场为了掩盖致命切口而特意安排的隆重葬礼。这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对资源价值的极端权衡。乌克兰用整个国家的防空压力强行挤出了那一点点算力余量，精准地摘掉了俄军在半岛上的呼吸机。乌克兰这种高层的决策魄力，让3月14日的这场空袭在战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讽刺的注脚。俄罗斯赢得了当晚社交媒体上的头条新闻，却在悄无声息中被对手无情地剥夺了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那艘在海面上剧烈燃烧的渡轮，不仅装着成千上万吨的燃油，更装着一个超级大国对于掌控感的最后幻觉。当数据海啸退去，现实的彻骨寒意才真正降临。克里米亚的雷达站依然在旋转，但屏幕上那个最重要的补给坐标已经彻底熄灭了。好了，俄锤们别忙着叹气，炸一艘船只是开始，真正绝望的还在后面。接下来，火力军带大家看看什么才是普京真正的噩梦。普京不会为了一艘游轮的毁灭而哭泣，真正的绝望是，当你发现自己明明有千军万马，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在泥潭里。打到2026年3月，这场拖了1483天的烂仗，早就彻底剥离了早期那种大开大合的领土争夺。现在的战场变成了一场极其冷酷的全域后勤绞杀。3月14号，俄罗斯秀了一把纯粹的工业暴力。那430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的齐射，就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金属海啸。这确实是纯粹的国力比拼。俄军打击的是乌克兰电力系统的脊梁，750千伏超高压变电站。这种大型变电器不是路边摊，制造周期得以年计算，安装难度大得惊人。一旦被巡航导弹报销，整个工业体系和民生保障就会瞬间休克。这是一种典型的大象踩死蚂蚁的逻辑。大象根本不需要思考蚂蚁在想什么，它只需要利用自己排山倒海的庞大重量，强行压碎对方的一切。当基辅的灯火一盏盏熄灭，整个东欧的夜空似乎都笼罩在俄罗斯这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中。然而，就在俄罗斯人以为靠力大专飞就能定乾坤时，乌克兰反手展现了一种极其致命的切入点。这既不是前线的绞肉机战壕，也不是基辅坚固的地下掩体，而是那2艘沉没在黑海波涛里的钢铁渡轮。这个逻辑反转可以说是极其扎心了。俄罗斯占了基辅的变电站，导致的是民用电断了，群众顶多在地下室里点根蜡烛。战争达到这个阶段，乌克兰人也不会受不了这种短暂的黑暗。这根本不会影响前线乌军坦克的冲锋。可乌克兰特种部队炸了刻赤海峡的渡轮，断掉的可是整个克里米亚前线装甲师的后勤保障。这意味着什么？克里米亚那些号称不可战胜的钢铁洪流，在一夜之间直接从威慑力量变成了趴在泥地里的沉重负累。随着斯拉维亚宁号化为灰烬，克里米亚的补给天平彻底翻车了。俄军后勤现在面临一个要命的选择，南部的路桥早就在海马斯射程内了，开上去就是一场生存挑战赛。备用呼吸机被掐断后，俄军唯一的赌注全压在了那座伤痕累累的刻赤大桥上。但这座大桥早就不是什么康庄大道了，而是一枚进入倒计时的超级炸弹。我们必须看清一个被俄罗斯官方刻意死死捂住的现实：自冲突爆发以来，刻赤大桥经历过多次毁灭性的爆炸与结构性损伤。虽然每一次修修补补看起来都让它恢复了通航，但在结构专家的推断下，大桥内部的钢筋早就严重疲劳了，混凝土里面全是致命的微裂纹，早就接近了物理承重的绝对极限。以前渡轮还能运载重型油罐列车的时候，俄军还能通过谨慎的流量分配，尽量避免让这种极端负荷长期折磨大桥。现在规则变了，成千上万吨的航空燃油和高爆炸药必须挤上这条唯一的通道。每辆重型卡车轰鸣而过，整座大桥都在玩俄罗斯轮盘赌。
这不是运输补给，这是在疯狂试探自毁的底线。乌克兰为什么没有对大桥进行毁灭打击？因为它善？不，这是乌克兰的钓鱼执法。现在就把桥炸了，俄军彻底死心，干脆转入防御。乌克兰故意留着它，就是为了给俄军制造一种幻觉。这座桥成了一个巨大的火化炉入口。乌克兰的意图对俄罗斯非常残忍。既然你普京不愿意放弃克里米亚，那就必须源源不断的把那些最易燃、最昂贵的战略资产，通过这座已经摇摇欲坠的桥运进来。每列开上桥的油罐车，其实都是在帮乌克兰积累下一次超级火灾的燃料库。请各位想象这样一个极其惨烈的场景：当大桥上密密麻麻挤满了无法动弹的油罐列车，而桥体超负荷运作和之前的暗伤，而这时候哪怕一个小小的爆炸袭击，或者只要一次意外的铁轨断裂，整座大桥瞬间就会被引爆，变成一根横跨海峡的长达18公里的巨型燃烧棒。大桥变成一个完好的钢铁熔炉，直接把俄军好不容易凑齐的战略物资，连同整段桥面的承重钢梁一起彻底融化，焊死在冰冷的海底。这才是乌克兰真正的杀招。2026年3月14号这一天，在战史上留下了极其震撼却又极其讽刺的一幕。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两种文明代差的正面撞击。乌克兰的天空，人们看到的是如雨落下的苏式钢铁，这是落后工业时代最后的疯狂呻吟，靠的是数量堆砌，靠的是无脑轰炸。而在黑暗的海面，是一把无声划开动脉的刀片，这是现代战争最冷酷的博弈。俄罗斯赢得了当晚上的视觉奇观，赢得了社交媒体上俄吹们的狂欢。普京再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依然能够制造恐惧的虚假表象，但在真实的战场生存率面前，这些火光苍白的可笑。当基辅的居民在瓦砾中重新点亮备用发电机时，克里米亚半岛上那些号称精锐的俄军装甲师却只能坐在冰冷冷的驾驶舱里，眼睁睁看着逐渐归零的油表，彻底陷入死寂。这就是战争的新准则，杀伤不再是目的，瘫痪才是王道。一个拥有上千辆坦克的庞大帝国，如果失去了那几艘毫不起眼的渡轮，瞬间就会反噬，成为加速系统崩溃的致命重担。这些重型坦克不再是进攻的利矛，而是一堆堆吞噬燃料却根本无法挪动半步的昂贵废铁。乌克兰用一种近乎上帝视角的战术手段，向全世界展示了如何让一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尊严，在几台无人机的猛烈撞击下碎成满地的瓦砾。现在的克赤海峡还弥漫着燃油烧焦的味道，那座故意留下的克里米亚大桥正像一根吊索，死死勒在半岛守军的脖子上。这场冲突已经进入了最后的放血阶段，谁能承受更长周期的窒息？谁能用更低廉的成本去换取对方最昂贵的筹码？3月14日的火光已经给出了答案。在这个时代，拳头的硬度早就让位于大脑的精度。当俄罗斯还在迷信落后工业时代的距离时，他们早就已经在这一场看不见的对弈中被彻底剥夺了未来的入场券。最后一个极其现实、极其残忍的问题，正冷冰冰地摆在每一个克里米亚俄军士兵的案头。根据目前的情报汇总，在失去渡轮的超大运力补给后，半岛上的军用燃料储备正以每天极其惊人的速度疯狂缩减。如果燃料倒计时的沙漏只剩下最后的14天，而唯一的退路已经变成了一座随时可能发生超级殉爆的火化炉，这时候到底是应该坚守在那个注定会变成废铁棺材的坦克里等死，还是趁着大桥还没彻底断裂，在最后的暮色中弃车而逃？好了，关于这场战略转折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别忘了点赞关注，你觉得俄罗斯还能撑多久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